疼不疼？可以拿走我这只眼睛，但你这条命我得拿走。女人明明是当朝县主，可为了调查宫女失踪案，竟不惜假扮成娼妓，深入虎穴获取线索。可不料刚一进门，就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用鞭子抽打关在笼子里的宫女。回想到白天发现的尸体上也有类似的鞭痕，李佩仪二话不说就冲过去，直接挡在宫女面前。哭哭啼啼的真扫兴，我来陪郎君。虽然男人并没有一眼就认出李佩仪的身份，但是直觉却告诉他这个女人不简单。于是，一边用言语试探，一边用充满玩味的眼神打量着李佩仪。然而，就在县主准备以玩游戏之名套取蒙面男身份的时候，不料这时刚刚被他控制的蒋廷威竟直接走了进来。虽然他并没有立刻在房间搜查，但李佩仪却立马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，于是立刻一个反手就直接打掉了蒙面男的面罩。卢正廉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蒋廷威看见，随即便立刻命人将李佩仪给抓起来。不过好在佩仪身手了得，不仅轻松就躲避了众人的围攻，而且还成功的逃到了后院。可不料对方人实在太多，所以导致最终李佩仪还是被他们给抓了起来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疼不疼？疼不疼？不过好在这时一名手下过来通报，蒋廷威便立马就知道了李佩仪县主的身份。不过他却并没有打算放了李佩仪，反而是命令手下直接将他绑上石头，沉入冰冷的湖水之中。可他是宫里的人，要杀吗？他活着，咱们都得死。然而就在李佩仪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不料这时蒋廷威在吩咐完手下后，便直接选择了离开，这不禁立刻就给李佩仪创造了活命的机会。蒋廷威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不光是那位，还是当今圣上的新侄女，福昌县主李佩仪吗？果然此话一出，吓得大家都不敢对其动手。虽然最终他们还是选出了一个下手之人，不过李佩仪却依然一点也不担心，甚至还教对方怎么做。轻轻推我一下就好了。李佩仪眼看石头已经沉入了水底，于是便立刻就拿出了刚刚推他之人递给他的匕首，成功的割断了绳子。与此同时，手下5人跟搭档萧怀瑾也顺着线索找了过来，并且在后院跟逃上来的李佩仪接头。很快大队人马立刻查封了寿红楼。然而当他再次冲进密室时，却发现里面早已人去楼空，甚至被伪装成了一间普通的绣房。不到2刻钟的时间，转移数十人，还将现场伪装的天衣无缝。对方显然是个老手，而更棘手的是主犯卢正廉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就在案发当晚的戌时2刻，数十人都亲眼看到卢正廉在另一家酒楼燕子楼因与姑娘争吵，不慎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动静大到全楼的人都看见了。戌时2刻，他还在绣红楼抽我鞭子，他会分身术不成？李佩仪深知此事必有蹊跷，他与精通天象的太史成一同来到燕子楼，从伙计口中得知了当晚的真相。为了找到最后的突破口，李佩仪找到了当晚与卢正廉在一起的歌妓柳莺儿。柳莺儿坚称卢正廉整晚都在，还为他做了一首词。昨夜弯月上柳梢，就是这句弯月上柳梢，让一旁的太史成瞬间锁定了眉头。作为太史局的官员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案发当晚根本就不是弯月，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就此被彻底撕碎。然而扳倒一个4品大员，需要的不仅仅是证据。此时的皇宫内，卢正廉的同党已经开始向圣上施压。假扮唱剧去那种污秽之处，你把自己的名声置于何处？你把皇家的脸面又置于何处啊？面对盘根错节的官场势力和圣上的雷霆之怒，李佩仪能否将罪人绳之以法，为死去的宫女讨回公道？点赞过10万，下期我们继续解说唐宫奇案。